结婚前夕，男友用我亲手设计的6位数婚礼现场给她小青梅求婚，他们宛如一对天作之合，彼此眼中满是柔情蜜意。交往8年的男友单膝跪地，拿着那枚不合我尺寸的戒指：“娇娇，你是我此生唯一的挚爱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”我拍手称好，带着他父母祝福这对相爱的新人，当场停了他的卡，收回名下别墅，回去继承亿万家产。他却掐着白月光的脖子说：“这辈子只爱我一个，亲情长相守，真情在人间。”大家好，我是秋兰，欢迎观看《真情人间》。下周就是我和林凡的婚礼了，我特意带着林凡的父母去参观我亲自设计的婚礼现场。当初说要找婚庆公司时，他和他爸妈提议让我来设计这场婚礼，毕竟我是小有名气的设计师，如果另找人设计，还要多花好几万。他们说我和林凡的婚礼当然要由我亲手设计才有意义。我满心欢喜地来到了这个花费了我全部积蓄和整整3个月心血的礼堂。林凡的爸妈看着宽阔的场地和华丽的装潢，兴奋得合不拢嘴，满眼都是林姥姥进大观园的新奇和满足。就在这时，我看见舞台上站着一对情侣，男的一身西装，女的则一袭纯白婚纱，两人恩爱地注视着彼此，俨然一对热恋中的爱侣。林凡的爸妈不高兴了：“这什么人啊？怎么还蹭别人的婚礼场地呀？”我拉住他们，摇摇头道：“没事，正好提前沾沾别人的喜气。”男人单膝下跪，从怀中掏出一只红丝绒盒子，打开在女人面前：“娇娇，你是我此生唯一的挚爱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”女人娇羞地点了点头。许是我太期待下周和林凡的婚礼了，那男人的声音落进我耳朵里，竟成了林凡的声音。我又走近了几步，脸上的笑意缓缓消失了。面前与女人深情相拥的男人，正是我的未婚夫林凡，而他向我求婚时用的那枚不合我尺寸的戒指，此时正赫然戴在李娇娇手上，正正好好，严丝合缝。他当时对我说自己没钱给我定制婚戒，于是就从店里买了1枚给我，说等自己挣到了钱就补1枚给我。我信了。其实我并不在意1枚可有可无的戒指，我要的是他的态度，他的真心。可现实却狠狠打了我一耳光，他不是没钱定制戒指，而是那枚戒指他定制给了另一个女人。啪！一声响亮的耳光，林凡他妈冲上了台，狠狠甩了他一巴掌：“你这个不知羞的东西，居然在这儿和别的女人卿卿我我！”林凡和李娇娇这才注意到有人来了，林凡脸上闪过一丝惊慌，在看到我时下意识地把李娇娇护在身后，好像我是什么心狠手辣的毒妇一样。“沈苑，你别误会，我和娇娇没什么，没什么，连戒指都戴上了，婚纱也穿上了，感情我忙活了半天，是替别人做了嫁衣，你要不要支付我礼堂的布置费用啊？”我脸色很差，李娇娇像是吓坏了，躲在林凡身后，怯生生道：“林凡，他是谁呀？好凶好吓人啊！”林凡心疼地将她搂在怀里，在看向我时已经变了脸色。“沈苑，娇娇她生病了，我只是想帮她完成最后的愿望罢了，你有什么气都冲我来撒，别为难她。”林凡面色不愉，眼中陌生而警惕的目光深深刺痛了我。我紧紧握住双拳，任由刚做的长指甲陷进手心。他的遗愿就是给一个有妇之夫结婚当小三是吗？“沈苑！”林凡厉声喊道，“注意你的用词，娇娇是个善良单纯的女孩，我不许你这么侮辱她。”我的心一片森寒，
一股钝痛顺着胸口的位置蔓延向四肢百骸。林凡，我相恋8年的初恋，我的未婚夫，如今居然为了另一个人的对我翻脸。我闭上了眼睛，耳边响起林母的声音：“小沈啊，林凡不是那样的人，你应该了解他的。娇娇从小和他一起长大，一直喜欢他，如今人时日无多了，这不过是一个形式罢了。你还是名正言顺的林太太。”事到如今，他们还在为林凡辩解，刚刚的巴掌只是给我看的形式而已。这个林太太是什么很值钱的头衔吗？再睁开眼，我的目光中早已只剩冷静。我看着满脸算计的林父林母，淡漠道：“不用了。”说罢，我掏出手机，给助理小冯打去了电话。“喂，小冯，通知施工队，婚礼现场不用继续装修了，全都拆了吧。”林凡脸色大变，音量猛地抬高：“沈苑，你有病吧？这个时候跟我赌什么气？我说过不娶你了吗？”林父也不满地说道：“这现场布置地这么铺张，我还没说什么呢，现在一言不合又要拆了，你知道这花了多少钱吗？林凡每天工作那么辛苦，怎么找了你这么个不懂勤俭持家的婆娘？”我一听简直要笑了，这场地是我设计的，东西也都是我买的，怎么到他们嘴里倒成他们老林家的财产了？这是还没结婚就惦记起我的钱了呀！林凡叹了口气，满脸失望，垂着眼，像是施舍一样的对我说：“沈苑，看在你这段时间这么忙的份上，我不跟你计较，只当你是累了。”他的态度好像施舍一样。我还会跟你结婚的，但你不能动娇娇，不然别怪我不念旧情。我压抑着心中的痛楚，嗤笑出声：“我们之间还有旧情可言。”我转身就走，泪水忍不住充盈了眼眶。虽然内心早已无比失望，可要将8年的感情狠心割舍，我还是忍不住心痛。身后传来李娇娇委屈的声音，林凡在她身旁轻声安慰，两人的语气柔情蜜意，丝毫没有分一个眼神给我。“娇娇别怕，她就是被我惯坏了，在这儿争风吃醋，无理取闹呢。你放心，我不会允许她伤害你的。”我的脚步一顿，真是低估了他们厚脸皮的程度，分明是两个加害者，却做出一副受害者的嘴脸。没了我这个不速之客，两人又旁若无人地完成了整场婚礼。我找的施工队打来了电话时，他们正忘情拥吻，蓦地被人打断，十分不开心。“沈小姐，您的未婚夫要求我们支付违约金，赔偿他剩下的公款。您看。”电话那头，我听见了林凡趾高气昂的声音：“这是我的婚礼场地，谁允许你们进来的？信不信我报警抓你们？”甚至连林凡的爸妈都扬言要施工队支付他们的精神损失费。一家人在那边急得跳脚，好不热闹。我直接让他们在哪里等着，又拨通了一串号码。没过一会儿，酒店的安保团队赶了过来，10几个1米9多、身材壮硕的男人赶了过去。林凡立马就怂了，拉着李娇娇躲到了自家爸妈身后。保安队长粗着嗓子：“你好，这里是 VIP 客户专属礼堂，请你们立刻离开这里。”西装革履的男人像堵墙一样站在那儿。林父梗着脖子上前，却被他一个目光给瞪了回来，缩着脑袋不敢言语。林母见状，一屁股坐到了地上，扯着嗓子开始哭嚎：“打人了！有钱人欺负老百姓了！大家快来评评理啊！”林凡的头又昂了起来：“看到没有，我是贵宾，不是你们这些下等人惹得起的。”我听得只想笑，狐假虎威久了，都忘记自己只是只狐狸了。林凡是我的初恋，我是大学校花，追求我的人不计其数，五花八门的套路让我烦不胜烦。
可我却独独被内向木讷、不善言辞的林凡吸引。为了他，我甘愿和家人决裂，怕他知道我的身世后感到自卑。在毕业后，没有进家里的企业，而是进了个普通的设计公司，从最底层的设计师一点一点做起来。这场婚礼本是我最用心、最满意的作品，里面一点一滴都记录了我们8年的时光，可却以这样荒唐的结尾收场。我忽然觉得自己为了一个男人放弃家人和事业的做法是那么的愚蠢。我联系了助理，推掉了下午所有的行程，一个人开车回了家。开门的张婶见到我后兴奋得不行，忙吆喝着让别墅里的佣人们给我接风洗尘，通知爸妈和哥哥赶紧回来。3人听说我主动回家了，连下午的会都不开了，直接驱车赶回了家。许是这具身体的血脉相连，在见到他们时，我的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。爸妈哥，我错了。妈妈慈爱地看着我，伸手擦去我的脸上的泪珠。没事儿，咱们是一家人，我们还能真的怪你不成？我们只是心疼你受委屈。是啊，反正咱们家有资本让你试错。爸爸欣慰地看着我，不过看样子你并不需要我们来为你兜底，你的能力不比我们差。哥哥始终目光温柔，似有千言万语在心中，最后却只给了我一个拥抱，欢迎回家。我久违地和家人在一起吃了顿晚饭，这才知道他们这些年一直在关注我的动向，也在等我回家。他们得知林凡出轨的消息后纷纷大怒，哥哥更是打算出手帮我好好教训一下他们。我们全家宠着捧着的小公主，她怎么敢的？我摇摇头，目光冰冷。这点小事还用不着你们出手。今天是爸妈的结婚纪念日，这些年来我为了渣男疏忽了他们，看着他们鬓边的白发，心中很不是滋味儿。爸妈，今天就由我请客，带你们出去好好过一次纪念日。妈妈慈爱地看着我，手指轻轻点了点我的额头。还是你鬼点子多，我们都这把年纪了，还过什么结婚纪念日啊？爸爸虽然嘴上拒绝，可眼里满是期待。我们一家4口穿着最普通的衣服，像个普通家庭一样出了门。虽然没有豪车司机，但却充满着平凡的温情。只是这份温情还没延续太久，就被几个不速之客给打破了。林凡，我想要这个。好，只要是娇娇喜欢的，我全都买下来。看来被赶出酒店并不影响他们的心情。林凡带着他爸妈和李娇娇驻足在一处奢侈品柜台，李娇娇正拿着一只名牌包包，爱不释手，眨巴着大眼睛看向林凡。林凡哪里受得了他撒娇，掏出卡来，豪横的要替他买单。一旁的林母撇撇嘴，真是有了媳妇忘了娘，你小子什么时候给我买过这么贵的包了？林凡得意地笑了起来，您看上哪个了？告诉我呗，反正我有钱，随便刷。我皱起眉头，刚想走过去质问他们，林母转身便看见了我。她一身名牌，见我身后衣着朴素的父母和哥哥，脸上立马露出不屑的表情。你们怎么来这种地方？这里是你们逛得起的地方吗？我简直都要笑了。林凡手上拿着的分明是我的副卡。先生，您要的包。柜姐取过包交到了林凡手上，却被林母一把夺了过去，举到了我面前。看见了吗？这是我儿子买的，一个包要好几万呢，顶上你几个月工资了，你们买得起吗？我看向林凡，想看看他用我的卡装模作样时会不会心虚。谁知他压根就不知道脸红，反倒得意洋洋地笑着。沈苑，看到了吗？我不是非你不可，我也不会无条件包容你这种不知好歹、小肚鸡肠的小仙女。
李娇娇露出一副崇拜的表情，看向林凡：“沈小姐，没看错的话，你手里这包是最新款吧？现在你和林凡分手了，是不是应该还给他了呢？”林凡受用地摸了摸李娇娇的脸，身后一直沉着脸、一言不发的哥哥面色复杂地看了我一眼，脸上明晃晃写着：“这就是你找的男人。”我有些心虚地低下头摸了摸鼻子，可这一幕落在林家人眼里，却成了胆怯和自卑。他们更得意了。林凡高声冲着不远处的商场经理叫嚷：“怎么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进这里？这会让我怀疑你们商场的档次。”商场经理匆匆赶来，看了我们一眼之后，脸上划过一丝错愕。林凡斜眼睨着我们，还不赶紧找保安，把这几个乡巴佬给赶出去。我像看小丑一样看着他，身后的爸爸凌厉开口：“听见了吗？把这几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人给我赶出去！”林凡一愣：“你说什么？”商场经理对着对讲机说了几句，忽然间脸色大变，笑容谄媚地对着我爸点头哈腰：“哎呀，沈总，您莅临商场，怎么没提前知会一声？我们都没准备好欢迎仪式呢。”林父、林母和李娇娇都呆住了。林父脸色阴沉道：“你在说什么呢？我让你把这几个穷人给赶出去，信不信我以后不在你这儿消费了？”李娇娇也义愤填膺：“就是，你知道你们会损失多少钱吗？”经理像看傻子一样看着他们，脸上满满都是轻蔑。只有林凡呆站在原地，口中喃喃自语道：“沈总，是我想的那个沈总吗？你们这群有眼无珠的东西，分不清谁才是财神爷吗？”林凡一把拉住了喋喋不休的林母，眼睛一眨不眨地看向我：“你是沈氏千金。”我懒得搭理他，任由几个人高马大的保安将他们几人拖走。母亲淡淡道：“以后沈氏旗下的店都不许他们进入，明白吗？”经理点头哈腰的应下。等等，我忽然开了口。林凡面带希望地看向我：“沈院，我就知道你不会这么绝情，快帮我求求情。”我面无表情地走到他面前，伸手抽出他手里的卡：“为你求情，我是什么很贱的人吗？”第二天，我就收拾行李搬回了沈家，然后去找物业和中介卖房。为了和林凡同居，我攒钱买了一个小别墅，这里曾经盛满了我们之间的回忆。可如今看到这里，却只剩恶心。只是没想到回来时，会看到林家父母拖着行李往房子里进，大大小小的行李摆了满满一客厅，各种名贵的衣服、首饰、保健品，全都是用我的钱买的。我每个月都会给他们10万块的零花钱，生怕老两口受委屈，可他们还是时不时跟我哭穷。今天说身体不好要去医院，明天说亲戚家要结婚，他们要随份子。我当初还真以为他们要钱有急用，没想到全被他们给挥霍掉了。见我来，他们立马挂上了一副亲和的笑容：“小沈你来了，我们想着你和林凡马上就要结婚了，往后有了孩子一定很忙，所以我和他爸特意过来帮衬你们。”林母讪笑着说：“小沈啊，之前那事儿就是个误会，你别放在心上。男人嘛，偶尔开点小差很正常，但外面那都是宾馆，你才是家。林凡还是会娶你的，你要有点正式的气量。”李娇娇她也不容易，得了癌症没几天了，我们也是从小看着她长大的，不忍心她孤零零一个人走，就让林凡陪陪她。这做女人啊，一定要大度，才能不叫男人厌烦，明白没有？林父也帮腔道：“你年纪也不小了，要是林凡不娶你，你可不好嫁了。”
再找就只能找那些二婚带孩子的，上哪儿再找林凡这么优秀的男人啊？我是过来人，听我的，别再做了，跟林凡好好过日子比什么都强。我简直要笑出声来。身边的房东和中介都傻了眼，疑惑地询问：沈女士，您不是说要卖房吗？可现在您这房子还卖吗？林父林母一听，立马急了，跳起来指着我的鼻子就开始叫嚷：什么？你要卖房？林凡怎么没告诉我们他同意了？我冷冷道：这是我的房子，我想卖就卖，跟林凡没有关系。林父的脸气得通红。什么叫跟林凡没有关系？你们是夫妻，你的就是他的，你擅自卖他的房子，信不信我告你？我像是听见了什么好笑的事，努嘴，那就去告好了。房子是我付的全款，房产证上的名字也只有我一个，你看法院会把房子判给谁？林母一噎，紧接着就一屁股坐在地上哭嚎起来。你这个糟心烂肺的女人，骗了我儿子的感情，还想骗他的钱。他看了一眼我身后的房产中介，一咕噜爬到门口。这是不是你找的小白脸？大家都来看看呐！这女人给我儿子戴绿帽子，还要卖了我儿子的房子。爸妈，怎么了？门口忽然传来一声叫喊。林凡一脸不耐地出现在我家门前，警惕地看着我身后的人。你们是谁？这是我家，我要告你们私闯民宅。林母一见到林凡，就像找到了主心骨一样，扑上去就开始指着我控诉：儿子，这个婆娘，她欺负我们，她想卖了你的房子，还带着姘头来赶我们走。林父得意洋洋地举着手机：我把我儿子叫回来了，我们管不了你，他总能做得了你的主了吧？林凡闻言皱起眉头，不悦地看向我：沈苑，你这又是在闹哪出？我爸妈把我养大不容易，你能不能懂点事儿，学习一下什么叫孝顺？我告诉你，我的耐心是有限的，你再这么无理取闹下去，我只能考虑考虑你到底是不适合跟我结婚了。我看着林家人得意的面孔，内心只觉得讽刺，他们还当我是从前那个头脑不清醒的沈苑，一心想跟他在一起，轻而易举就被他拿捏吗？哦，所以呢？林凡一噎，没有料到我会这么淡定，可话都说出去了，他不想在外人面前丢了面子，只能硬着头皮继续道：你要是再这么不听话，这婚我就不结了。我微微一笑，我以为上次就说得够清楚了，我们什么关系都没有，哪里来的婚？林凡一家人傻了眼，他一拍桌子站了起来：沈苑，你什么意思？我冷淡地摇摇头：就是跟你分手的意思。林凡气得脸红脖子粗，指着我的鼻子叫骂：沈苑，你别以为我宠你，你就能无法无天了，还敢用分手威胁我？我淡漠地看着这个自己深爱了8年的男人，这8年来我对他几乎是有求必应，而他除了最开始刚追到我时对我好之外，就越来越拿自己当回事儿了，而我却因为深爱着他，便沉默地接受了他的所有变化。如今，我是时候该对这段早就腐烂的感情做一个了结了。可林凡似乎并不觉得我真的敢和他分手。你很好，学硬气了是吧？那我就等着，没有我要你，谁还会娶你这个被别人白睡了8年的破鞋？他带着他爸妈转身就走，临走时还不忘冲我挑衅：我等你哭着来求我。几人嚣张的背影离去，留下物业和中介面面相觑，最后小心翼翼地问我：沈女士，这房子您看是卖？我像个没事人一样说道：到时要是有人敢阻拦，你们就直接报警，不用通知我。处理完房子的事，我回到家，却看见哥哥沈恒正坐在沙发上，一脸上风雨欲来。我有些意外：你今天没有去公司吗？
他见来人是我，面色缓和了些许，揉了揉眉头，将手机放在桌子上，转向我：苑苑，你要是有什么难处，一定要告诉我们，知道吗？我一看，手机屏幕上是几张截图，不知是谁发给沈恒的，里面赫然是林凡和李娇娇姿态亲密的照片，和照片一起发来的，还有几段聊天记录和朋友圈。恒哥，这是你妹夫吗？他疯了吧？林凡在朋友圈里大放厥词，不光痛斥了我是个争风吃醋的泼妇，还说我不懂孝顺，将他爸妈赶出了他家。是我这些年来把沈苑惯坏了，欺负我可以，但动我爸妈不行。这次他要不送我爸妈一套房子，亲自来向我和我爸妈赔礼道歉，后天的婚礼我就不参加了，总得给他点教训，尝尝记性。沈恒皱着眉头看向我，这件事还是交给我吧，你太心软了。我伸手拦住了他，不用，我的事当然要由我亲手了结，你放心好了，我不会手软的。沈恒虽然将信将疑，可还是把肚子里的话咽了下去。那我再相信你一次，这次要是再处理不好，我就要出手了。我默默将拿出手机，打开了林凡的朋友圈，评论区里满满都是看热闹的人。我们两个要结婚的事早就闹得沸沸扬扬，人尽皆知。被林凡这么一搅和，原本那些或祝福或艳羡的声音纷纷化作看戏，赌我会不会低头。大多数人都认为我一定会去找他道歉，毕竟这么多年了，我像个舔狗一样对他言听计从，有了矛盾总是第一个低头认错，求得他的原谅。我挨个将这些人记在了心里，然后拿出手机通知助理，让他将我婚礼那天的行程空出来，重新预定好礼堂。助理有些不解：老板，您不是说不结婚了吗？我点点头：是啊，不结了。那您为什么还……我淡淡笑道：礼堂可不是只有结婚一种用途的。礼堂重新布置的消息很快在圈子里传开了，所有人都没有收到婚礼取消的消息，大家都以为我是妥协了。林凡见状更嚣张了，说是要让我在婚礼上向他爸妈磕头，让我知道什么才是为人妻子的本分。这次我得让沈苑跪下磕头，才能好好磨磨他这不安分的性子。有旁观者感慨，我堂堂沈氏集团千金，居然会为了一个男人委曲求全。不过更有很多男人纷纷跑去向林凡取经，打听他是怎样让一个白富美对自己言听计从的。婚礼当天，市里各大媒体纷纷赶来报道，都想一睹我对一个穷小子伏低做小的模样。阵仗摆得比我爸开新品发布会都大。林凡的那帮狐朋狗友更是看热闹不嫌事大，不仅呼朋引伴把圈子里的人都叫来了，还找来了很多不是我们圈子里的人。我这场婚礼闹的动静都快赶上总统换届了。老板，真的没问题吗？我看着一旁紧张兮兮的助理，小姑娘才刚毕业没多久，工作能力很强，但今天这种场面确实在没见识过。我笑着安抚她，没事，待会儿就按我说的做。礼堂被我布置的宛如新闻发布会，林凡一家人的表情很是不满意。他发信息给我：沈苑，我都说了让你不要任性拆了现场，这下好了，来不及布置了吧？你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就要在这么个草率的场地里度过了，我等着你向我道歉。我翻了个白眼，放下了手机。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婚礼开始，林凡穿着我之前买给他的高档西装，神气地站在台上，目光不屑地瞥过台下众人，像只得了胜的大公鸡。台下的人纷纷抻长了脖子，眼睛一眨
不眨地盯着门口，等着看好戏。下面有请新娘入场。随着主持人声音落下，礼堂大门缓缓打开，所有人的目光都兴奋又激动。林凡更是昂起了下巴，想给别人看看这个家到底是谁做主。只是大门打开，他们期待中穿着洁白婚纱的新娘没有出现，这是怎么回事儿？新娘呢？众人议论纷纷。林凡面上划过一丝错愕，脸上的表情有些挂不住。大家既然来了，我便不能让你们白跑一趟，就给大家看些好东西吧。二楼传出一阵清脆的声音，随即一片大屏幕放了下来。下一秒，林凡的脸色骤变，偌大的屏幕上是林凡和李娇娇纠缠在一起的画面。他们苟且的地点就在此刻脚下的这处礼堂，两人毫不避讳地亲热着，身边还站着林凡的父母。这是我当初为了全程记录婚礼实况，特意找人安装的监控摄像头，7K 高清，并且为了美观，特意找的微型摄像头，导致他们没一个人发现这处异状。台下的林父林母立刻慌了，嚷嚷着都是假的。可他们身边坐着的脸色煞白的李娇娇，却无异于坐实了视频里的事。数不清的镜头对准了他们，刺眼的闪光灯里是几人惊惶躲避的脸。林凡赶忙惊慌失措地跑下台，想要把视频关了，可站在2楼的小助理面无表情地敲了下键盘，视频内容一下子变了。妈，我爱的人是娇娇，你不是也说过喜欢娇娇这样听话的女孩吗？沈苑那种有事业有主见的女孩，将来肯定当不好一个老婆。你傻呀，等你和沈苑结婚了，她的钱还不都是你的？到时候你想找谁找谁，万一她一不小心，你不就赚大发了？沈父在一旁帮腔道，男人要想成大事就得能忍，等你把沈苑弄到手，他还不是得听你的？人群中传来一阵哄笑，嘲讽他们的不自量力。我还以为沈大小姐真的这么没脑子，会上一个凤凰男的当，原来是想请我们看好戏啊！林家人羞愤交加，脸红脖子粗的跟来宾们对骂着，连一旁的李娇娇也扯着嗓子替自己辩解，我不是小三，我不是。谁知下一秒，视频的主人公就变成了他。喂，让你开的假病历到底开好了没有啊？我急着用呢，他们下周就要结婚了，你快点儿，等我把钱搞到手，少不了你的好处。林凡上一秒还义愤填膺的脸一下子僵住了。我坐在包厢里，透过显示器欣赏他五光十色的脸。自从我知道李娇娇的事后，就猜到了他们心怀不轨，于是便派人去打探他们到底想干什么。没先到，却发现了这么有趣的事情：林凡装深情骗我的钱，李娇娇又装病去骗他的钱，几乎所有的镜头都对准了李娇娇。记者们像是闻到了血腥味的鲨鱼一样，一股脑地涌了上来。李娇娇见势不妙，就要逃跑，却被人一把拽了回来，狠狠摔在了地上。你这贱人，敢骗我！林凡双目猩红，失去了理智，冲上去就对李娇娇拳打脚踢，而这一切都落在了媒体们的镜头里。李娇娇哭着求饶，毫无还手之力。林凡终于醒悟了过来，像个疯子一样到处寻找着我的身影。沈苑，你听我解释，事情不是你想的这样，是这个贱人骗我。我是爱你的，我心里只有你一个人。我翻了个白眼，按灭了监控屏幕，装什么深情？我这次将他手上所有我给出的卡都停了，房子也被卖了出去。听说买房的人是个二世祖，林凡一家人去闹的时候，直接被人派保镖打了一顿，丢出了房门。闹到派出所去的时候，
也是他们私闯民宅在先，又被罚了一笔款。林凡开始在我的公司门口拦我，听说他因为婚礼上的事闹得太大，被公司开除了，没了这份月薪3000的工作。他们一家人断了经济来源，自然想着来挽回我。沈院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不该对李娇娇心软，是她先骗我自己得了绝症的。你相信我，除了上次在婚礼现场我们接了一次吻之外，再没做过更过分的事了。我不耐地甩开他的手。保安呢？怎么什么阿猫阿狗都放进来？林凡依旧不死心，他已经很久没有在我面前这么卑微过了。沈院，我发誓以后再也不会了。我已经把李娇娇赶走了，再也不会有人打扰我们了。你那么爱我，一定不会舍得离开我的，对不对？你就是在说气话。我冷眼看着他被保安拖走，一边踉踉跄跄，一边还不死心地回头叫喊，惹得旁边一种路人回头张望。为了防止被林凡打扰，我每天都让司机把车停在门口，可他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了我公司的通行证，居然伪装成员工溜了进来。今天给我送早点，明天给我送伞，像当初追我时那样殷勤的宛如一条狗。沈院，我知道你是在怪我不够关心你，我们重新回到以前好不好？看，他不是不知道该怎么对我好，只是他不愿意罢了。林凡，你再闯进我的公司骚扰我，我就要报警了。他脸上挂着讨好的笑。你说什么呢？我们是情侣呀，怎么会是骚扰呢？我淡漠地看着他。林凡，你应该知道我是什么意思，我们之间早就结束了。林凡的笑僵在了脸上，他终于又对我露出了那副祈求的模样。沈院，我知道错了，我和李娇娇已经断了。你要是不信，我亲自给她打电话。你看，我蓦然打断他的话，转身就走。本以为林凡会就此消停，谁料没过几天，网上就出现了我的爆料贴。林凡一脸受了委屈的模样，痛斥我始乱终弃，水性杨花，给他戴了一顶又一顶绿帽子。而他则是个忍辱负重的老实人，因为爱我才一再忍耐。沈院这种出身的女人怎么可能单纯？她包养了好几个小白脸，我当初就是被她清纯的外表给骗了。许是她的演技太逼真，倒真有不少人信了她的话。我就说吧，这女人的面相看着就不好，听说之前还是公司高管，谁知道是怎么上位的。这种女人我见多了，看着清高，其实背后指不定多骚，只是咱们穷人看不见罢了。林凡说不定就是因为忍不了绿帽了，这才找了别人，没想到又被骗了。女人没一个好东西。我看着他帖子底下的无脑网友，心中只觉得可笑。他一个电话打了过来，语气洋洋得意。怎么样，知道怕了吧？沈院，我不是没给过你机会，是你自己没有珍惜。你要是好好向我道歉的话，我也是能考虑考虑。他话还没说完，我就挂断了电话。林凡恼羞成怒，居然开了直播，满口污言秽语，不仅爆料我们的私生活，还造我的黄谣。沈院也就看着漂亮，实际上都被男人给玩坏了。不过他活是真好，要不然我也不会那么喜欢他。家人们老铁们都点点关注，到100万粉的时候，我就爆料他的更多小故事。我看着他们在直播间里狂欢，一张张恶心的嘴脸在网络的遮掩下完全暴露了出来。这样的垃圾就该待在垃圾桶里。只不过还没等到林凡收获100万粉，我的法院传票就先到了。林凡被警察带走的那天，我光鲜亮丽地出现在新闻发布会上，丝毫没有受到他的影响。父母和哥哥找了最好的律师，不光要告他造谣诽谤，还要将这些年我花在他身上的钱都要回来。审判那天，
林凡十分不服，扬言那是我们的共同财产，我们是情侣，他给我花钱是应该的，这不是仙人跳吗？我不服，我要上诉。他爸妈也扯着嗓子喊冤，说是我隐瞒身份，骗了他家儿子的感情，本来就该给他们精神损失费，可法官不听他们的，只信证据。我提供的证据确凿，到最后零零总总的金额加起来，他要还我8位数的钱。可早就丢了工作的林凡根本拿不出这么多钱，他们一家只能四处借钱，甚至借到了李娇娇的头上。可彼时李娇娇已经攀上了另一个有钱人，把他们骂骂咧咧地赶走了。没有办法，他爸妈卖车卖房，将所有之前的东西都卖了，也没凑够这笔钱，到最后还又背上了其他债务，只能丢下一切跑回老家躲起来，隐姓埋名，苟且偷生。林凡被判了5年，虽然不多，可对他来说这辈子已经毁了。没了他的拖累，我的事业做得风生水起，不光得到了沈氏的帮助，还因为这次风波免费打了个广告。再一次见到李娇娇是在一场酒局上，她浓妆艳抹的被妈妈桑带到一个大老板身边，习以为常的抬手勾住了对方的脖子，娇笑着跟着大腹便便的老男人走了。身旁的合作伙伴看着我的目光，眼神殷切地问道：“怎么了，沈总？认识的人？”我摇摇头：“不是，认错了，咱们走吧。”我不打算帮他，既然他选择了这条路，就要承担其带来的后果。而我能走上今天这条路，也是我努力得来的结果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《真情人间》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